李亮在那里。李亮，你们要有心理准备，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们。真的是他？真的很抱歉，请节哀。你们怎么了？为什么这么突然？小马哥就这样走了。小马哥走了？谁说的？你不是叫我们节哀吗？你们误会了，那是另一个 case。我在跟他的家属谈话。那为什么你跟平安说找到的人跟小马哥很像？是他说一有什么消息就马上立刻让他知道啊。你也得跟我们说清楚，我们两个被你吓死了。小马哥的一切的确跟那一位很吻合，所以我才 sorry 啊。其实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嘛，你们应该开心才对啊。第六，算是我求你了，你一定要帮我们找小马哥。好，差点被第六吓死了。我多担心你会打李亮一顿，真的是出乎我意料。很少看你这么低声下气的求。你这是挖苦我还是夸奖我？夸奖你。只要能找到小马哥，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新加坡有多大？只要他还在这里，我们一定可以找到他的。这里我们都已经找过了，为什么还会来这里？附近绕了几圈都找不到，只好再回来碰碰运气了。不如你先回去吧，我在这里等。我陪你。怎么办？这么晚了，小马哥都还没回来。不要那么担心。李亮说，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。我打电话问我哥。Hello， 哥，怎么样？你那里有没有消息？我们这里也没有。没关系，我们保持联系。我现在很矛盾，希望电话响，但是又害怕电话响。我看我们还是报警吧。小马哥，平安姐姐，丰硕哥哥，为什么你现在才回来？丰硕哥哥，你什么事？你的丰收哥哥太担心你了，他以为你不见了。对不起，丰收哥哥，一定是因为我尿急跑去尿尿，然后我跑去买鱼圆，结果就迷路了。对不起啊。可是我买了很多很多的鱼圆，我买给自己，也买给你。丰收哥哥，这是你的。拿住，你看，这是我的，我们一起吃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太好吃了。
你也吃多一点。如果不够的话，凤收哥哥帮你去买。你想吃多少，我就买多少。丰收哥哥，为什么你哭？你可以不要哭吗？对不起，我答应你，以后我不要乱跑，以后一定会留在这里。对不起。不是你的错，是丰收哥哥的错。我发誓，我再也不会把你丢在这里。对不起。是我应该讲对不起，丰收哥哥，我让你担心了，对不起啊。我把所有的鱼圆都给你，可以吗？你把我抱得好紧，我很难呼吸。平安姐姐也有，那谢谢小马哥。我们一起吃。那你现在在哪里？在你店啦。爸妈，健康回来了，有没有找到小马哥啊？平安说找到了。哦，找到就好啊。哎，那平安呢？怎么没回来啊？平安送小马哥回去农场，等一下丰收会送他回来。最近他们俩好像走得很近，哎，他们是不是在一起啊？他们在一起不好吗？要是好，我就不用担心了。你不是一直希望平安早点嫁出去？也不能像难民一样啊，饥不择食的。你有没有搞错啊？说自己的女儿像难民？我是在比喻，你听得懂吗？女人啊，最重要呢是要嫁得好。我只担心啊，平安会跟我一样。我哪里不好了？给你吃好住好，还要受你的气呀、我不好是吗？你再去找一个。你们听哦，他在说什么话？哼，我才懒得跟你聊啊。我明天呢，一大早就去找一个年轻力壮的帅哥。竟然说我不好。妈只是在说气话，别放在心上。我跟他夫妻30几年了，还不懂他的脾气吗？可是一直被人家嫌弃说不好，听了很不舒服。健康，你去接平安回来。哦，以后这辆车就给你用了。那你自己不是没有车吗？你可以载我啊，以后我的东西都是你的。来，快去啊！哦。来，面准备好了。睡着了。他一定是太累了，一躺下去就睡着了。这个不是之前我去日本旅游的时候买给你的吗？你不介意我转送给他吧？我觉得小马哥现在更需要这个平安符。当然不介意，有我在，你就平安啦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说这个像不像小马哥？有点像哎。失踪的时候6岁，失踪了14年，现在才20岁，年龄不对啊。继续找吧。
哎，这个小男孩的 case 是我接的，他已经失踪了30多年。他妈妈哭着跟我说，不求孩子回来，只求孩子打通电话给他，哪怕是听听他的声音，知道他平安无事，那他就足够了。这种感受我能理解。一个家任何一个人突然消失了，基本上就垮了。我们还是赶紧帮小马哥找回他的亲人吧。哎，你说这个爸爸抱着孩子会像小马哥吗？要不要我送你回家？不用，继续找吧。你都累成这样，没事，找人要紧。老头子，喂，老头子，你醒一醒啊，醒一醒！干嘛？原来是你。不是我是谁啊？小三啊，初恋情人啊。3更半夜你跑来吵醒我，什么事啊？我刚才做了个噩梦，梦见你出事了，所以跑过来这里看你还在吗？哎，老头子啊，我在跟你讲话，你到底听得见吗？喂，老头子，有，有听到就应我啊！你耳聋了？你做噩梦很怕是吗？还用说？哪一个人做噩梦还会很开心的啊？那你把枕头拿过来，哈哈哈！你要我跟你一起同床啊？你想得美呀！你慢慢做梦吧。你有话要跟我说是吗？坐下来聊了。唉，老实讲啊，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聊的？那你就坐下来。你好了，刚才你做了什么噩梦啊？说来听听啊。刚才我梦见农场被火烧了，全部的人啊都逃了出来，但是我东找西找，哎，就是找，真是的，还没讲2句，你就睡着了，还是老样子。好幸福啊！幸福？我还以为你会说我泡的咖啡很香。哎，原来要让你幸福可真简单。对我来说，一家人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，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了。你要的幸福很复杂吗？啊，天天吃大餐、住大房子、开大汽车，就是幸福。你这是大幸福吧？这是以前的想法。那现在呢？现在啊，从大变成无。我现在只求无病无痛、无忧无虑、无灾无难，还有最重要的，无人念我。哎，我问你一个很老土的问题，是不是想问我，如果我老婆和我妈一起掉进河里，我会先救谁？不是，我要问，你觉得爱情重要还是亲情重要？你这个问题的确很老土。快点讲啊！我觉得2个都重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爱情总有一天也会变成亲情嘛。对你来说，亲情应该比较重要吧？如果亲情是氧气，那爱情就是养分。人如果没有了氧气，怎么活下去？不过如果没有养分，也一样活不好嘛。就像我们种菜一样。有道理。牡丹花，看来我们不只对幸福的看法一样，连爱情和亲情的想法也是相同啊。干杯！为什么要干杯？
幸福的味道啊，为我们的幸福干杯！老头子啊，你还能睡到现在？什么事啊？平安一整晚都没回来，哎，健康呢，一大早也不在家。那你不会打电话找他们啊？有啊，一个没接电话，一个又没开手机，好，会不会又被拐走了？他们不是小孩子了，你不用这样紧张啊。啊，我是担心他们出了什么意外啊。昨晚我梦到火灾，啊，惨了！哎，该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哎呀，你快起来呀，去洗脸、换衣服吧。要去哪里呀？去农场看看呢。早。天亮了。是啊，哎呦，我昨晚太累了，说着说着我都睡着了。有没有闻到幸福的味道？早餐弄好了，请慢用。你昨晚整晚没有睡啊？哎，我问你，你昨晚是不是发梦遇到仇人了？没有啊，你干嘛这么问？你肯定是梦见仇人才会咬牙切齿。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没什么啊，只是昨晚你一直在磨牙，磨到我睡不着。你听到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不准说出去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对天发誓，昨晚的事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，这是我们之间的 top secret， 这样就可以了吧？答应过我的事，最好做到。怎么样？会不会觉得今天的幸福味道比昨晚更浓？干嘛一直看着我？吃你的面包。很好吃啊。你说的是真的，你不要吓我啊！哎呦，我是亲眼看到、亲耳听到的，能有假吗？哎，你不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吧？这种事情我怎么会开玩笑？今天又不是愚人节。你一到办公室，真的看到只有他们两个在里面。我当时啊，正准备去办公室打扫，我刚准备开门，丰收就说啊：“好，我答应你，我对天发誓，昨晚的事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，这是我们之间的 top secret。”丰收是真的这么说吗？我当时听得非常的清楚，他说的就是 top secret。你们想想啊，这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有什么事情是要跟别人保守秘密的呀？当然是这种干柴烈火的事情嘛。所以好了，不要说了。哎，你没有加油加醋啊？我苏东这个人你们还不知道吗？我要不是亲眼看到、亲耳听到的，我不会跟你们讲的。我可以为我说的每一个字负责任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该怎么办？该恭喜你们，恭喜什么？丰收的英文名叫什么 ？Her man，Her man， 他的男人，他很快就要成为 boss 的男人啦。你们呢，很快就能收到他们的喜讯，说不定呢，也马上能抱上孙子喽。先呢是找到了大儿子，又多了半个儿子，孙子说不定也马上在路上了，真是三喜临门，恭喜恭喜呀！哎，我先去做工啦。
哎，米娅，你在做什么？啊？包装啊！这些新鲜的菜都被你糟蹋了，还有这些烂掉的叶子要先拔掉才可以包装啊！真是好坏不分。我刚才只是用一只眼睛看东西，才会好坏不分啊。可是有些人用2只眼睛看东西，还是看得不清不楚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认为呢？哎，女儿，我到处找你，原来你在这儿。怎么了妈？哼，妈，你平时不是嫌肮脏、怕太阳晒，怎么今天会叫我陪你来？你这个人干嘛这么奇怪？我平时不来，你就说我摆架子；现在我人来了，你又疑神疑鬼的。OK， 那就当做我想太多咯。欢迎你常来。乖。哎，女儿啊，你知道为什么现在我们的这个菜园哦，这蔬菜呢，越来越漂亮呢？简单啊，我们有好的菜苗、好的耕种技术，还有好的肥料。还有好的泥土。对，好的泥土是最重要的。哦，你知道了。但是这个泥土哦，你看，哎，都一样的，怎么算是好的泥土呢？只要可以让这些植物吃得饱、站得稳、住得舒服，那就是好的土壤了。说的真没错。所以说，这男人呢，就像泥土一样。那好的泥土呢，就是好的男人。女人要是嫁给他之后呢，是会越变越漂亮。要是嫁给一个不好的男人，就像坏泥土，哎，这个女人嫁给他呢，很快就会枯掉的。你明白你妈要说什么吗？我不明白，你到底要说什么？哎呦，妈就是怕你选错泥土，毁了你一生。哎呀，反正这菜丰收啊，就是不好的泥土。你跟菜丰收的事情啊，我全都知道了。谁跟你讲的？我听谁说都不重要。哎，你们没有乱来吧？我是因为昨晚太累，然后我们在办公室一起睡觉，根本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真的，一起睡觉，什么东西都没做。我们是在一起，OK。不过我睡我的，他打他的字，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希望我们抱在一起睡？哎，菜，你真的没骗我啊？说真的，勾手，你敢勾手吗？为什么不敢？我就知道你来农场是有目的的，还说我疑神疑鬼。啊，你很会顶嘴哦。哎，有没有看到你哥啊？哦，我7早8早起来的时候就不见他人影了，跑到哪里去啊？这些菜苗长得真快啊！种在营养液里，直接吸收养分，当然长得快啊。这么一来啊，很快就有收成，农场的利润就可以增加。年底啊，要你爸给你多点花红。健康啊，原来你在这里啊！你妈一大清早找不到你，急死了。健康啊，等你有了孩子，才会明白啊，父母找不到孩子那种焦急的心情。昨天我来接平安回家，我到这里就看到他在办公室里睡了，所以我就干脆留下来做点事。为什么你不叫醒他？反正睡了，就让他睡吧。哎，我以为你回去了。反正回家没有事情做，就找你聊聊咯。好啊，你也可以顺便帮我捡这些烂菜。你呀，真是很喜欢做这些无聊的事情啊。什么无聊的事啊？这些可以做酵素的，是好料。哎，丰收这么有空，干嘛不叫他来帮你的忙呢？他去送货了。送货？哈哈，
干脆啊叫他把自己送出去，免得我头痛啊。怎么了？丰收又做错什么事情惹你生气了？真是气死我了！丰收的女朋友一大把，干嘛要打平安的主意啊？平时像兄妹这样说说笑笑还 OK， 如果啊他想怎么样，我是不会点头的。他们两个真的在一起了，你看见了？有人跟我说啊。你问过平安了吗？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吗？我问了，他说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没有的事，你提出来干嘛？他说没有，你就相信了。有人说他们两个啊，整晚在办公室里还神秘兮兮的发什么事啊？哎呦，你呀、最好要好好的管教你的儿子，叫他不要做白日梦了。我是不会接受他做我们家里的女婿哦。他小的时候我都管不住了，更何况是现在。你要是不管，那也行，很简单。哎，就凭我刚才说的那句话，把他送出去，那以后呢，我们两家人就不相往来。有鱼有肉你不吃，为什么只吃菜？我最喜欢吃菜了，又不是不知道。菜园里有这么多种菜，为什么你偏偏要吃窝边草？我又不是兔子，为什么要吃窝边草？整个农场的人都知道你跟平安的关系了。我和平安什么关系？还跟我演戏。有人看到你跟平安一整个晚上待在办公室里。哦，那不是好喽？我不用敲锣打鼓去宣传，就能如你所愿。什么如我所愿？你不是一直说平安是最佳媳妇人选吗？问题是你不是最佳的女婿人选。现在搞得人家的爸爸妈妈那么生气，要跟我们断绝关系。不是吧？只是在办公室待一个晚上就要打仗？真的那么简单？只是一整晚待在办公室而已？不然呢？你们在办公室里做了些什么啊？上网帮小马哥找家人。还有吗？有。喝咖啡。就喝咖啡这么简单？喝咖啡不会怀孕吧？你们没有做错其他事？有。电脑老师打错字，算不算？你为什么一直不相信我？你败坏自己的名声，老是换女朋友，你要我怎么相信你？刚才如果你听到那姨怎么说，你肯定吃不下。她要我阻止你们继续来往。我知道在你们眼里我是烂菜，但是烂菜也可以做酵素，对不对？我一定会证明给你们看，我是有价值的。看到那些字了吗？你写的？没有啊，上网抄下来了。起风了，你我高空飞舞，明不明白它的意思？很简单，就是一句话：我喜欢你。不要玩了。从小菜园就是我们的游乐场，你拉着风筝，我拉着线。
每次放风筝的时候，你都会笑得特别开心。当时看着风筝飞上天，好像所有的烦恼暂时都飞走了。那就让我当一辈子的风筝，你天天对着我，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风筝，你飞得起来吗？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我就可以飞上天了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开心的飞上天了。又是抄来的。我最真实的感受。我知道那晚上的事，你被很多人误会，心里不好受。我保证，只要有我在的一天，我会承担一切，不会让你受到半点委屈。我对蔡妍发誓，如果我做不到，我会罚自己一辈子不能吃菜。我们只不过在一起待了1个晚上，不需要发这样的誓吧？我毁了你的清白，我一定要负责到底。你不要乱说好不好？负什么责啊？我是认真的，我保证，从今以后，我会认真做事，努力做一个有用的人。让我成为牡丹花的绿叶，你当我的3把辣椒，好不好？你看，这风筝是我亲手做的，木枝也是我自己削的。你看，我的手都磨破了。平安，我们一起放风筝好不好？什么时候松开了手，独自奔走，寻找新的节奏。风很大，梦想崩塌，你还是我的温暖宇宙。泛黄的相片，斑斓的想念，最美的瞬间定格成为了永远。不管未来苦辣酸甜怎么上演，我们的爱是过境不迁。泛黄的相片，斑斓的想念，最美的。开饭了，哎，康乐，去叫你哥哥跟姐姐下来吃饭。他们还没回来。他们去了哪里呀？平安去找客户收账，过后还会去那个寻人组织开会啊。那健康呢？他怎么没回来？可能农场有事要忙吧。我们先吃啊，别等了。哇，我煮了这么多菜，只有我们3个人吃啊！哎呀，太浪费了。那你多吃一点呢。不行，待会我发胖了，我的礼服穿不下。下个星期是康乐大学的毕业典礼，我定制了一件旗袍。这件事你不提，我倒忘了。还有你啊，我早就跟你说了，你的西装订好了没有啊？这我也忘了。我看到时候我穿件长袖衬衫，打个领带就可以了。不可以，儿子的毕业典礼要穿得体面一点，我们还要拍全家福的。好好好，明天我就去定做一套西装。哎，健康回来了。爸妈，过来吃饭。那你妈煮了你最爱吃的虾。谢谢妈。康乐跟你一样，从小就喜欢吃虾。哎，为什么你不吃啊？我现在就吃。好。
爸，我想要搬去农场住。啊？为什么？家里什么东西都有啊，住在这里比较方便。为什么要搬去农场呢？不可以。哎，我也说不可以。一家人就要住在一起，以后不要说这种话了。来，吃饭吃饭。爸，我已经决定了。为什么？你难得回来，住没多久就要搬出去啊？这里有什么地方让你不舒服吗？有就说，是不是我这些菜煮的不好吃啊？哦，是不是平安的脾气有时候不太好？也不是。哦，那一定是弟弟惹你喽。当然不是啊，你们别乱猜了，你们对我都很好。那为什么你非得搬出去不可啊？我是为了更好、更专心照顾我的水跟菜。真的吗？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，我想要看紧一点，不要有任何的差错。我也希望我们可以第一次就成功。水跟菜需要你，我们也需要你啊。这只是暂时的，我是住在农场，跟这里没两样嘛。那好吧，自己的生意看紧一点总是好的。爸会在农场给你安排一个房间，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。谢谢爸。好。哎，吃了吃了。康乐，姐，怎么了？我看你的手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可能是因为吃了虾。你一向来吃虾都没有问题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最近吃了虾后，皮肤就痒痒的。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说你不能吃虾？我不想让你们担心。最近压力是不是很大？在担心毕业考试考不好？明天去看医生，拿药涂吧。不用了，他自己会好起来的。那好，我明天煮绿豆汤给你喝，让你清热解毒。好啊。怎么样？有没有想到毕业后要做什么？我还没有决定。对了，明天绿豆汤要下多一点汤，甜一些会比较好吃。没问题。出去啦，晚吃了，早点睡。不要一直抓。嗯。早。妈，你这么早醒啊？我刻意早起来就是要陪你的，没想到你这么早就出门了。一个人做运动孤零零的。好啊，那以后我每天早上都把你拉出来。嗯。走吧，我们一起运动。啊，妈，这边。准备好了，1、2、3。哎，你知道你哥为什么要搬出去吗？他不是说要照顾水耕菜吗？我才不相信，他一定有其他的原因。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你们是兄弟，他没跟你说吗？没有。那你没问他？没有。哦，奇怪，你们兄弟俩不怎么说话的。哎，你哥也不难相处啊。你知道吗？他小时候啊，很多人都很喜欢他的。他脾气好，哎，又有礼貌，嘴巴又甜。他现在也一样啊。康乐啊，我在跟你说话，你听到了没有啊？妈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希望你可以跟你哥好好相处，多多跟他学习。
吃早餐呢？爸妈早。早。只有我们3个人吗？平安说，今天早上有观光团来参观，他一早就去农场准备了。哎，吃饱了再去也不迟嘛。平安啊，总爱把自己弄得这么忙。哎，康乐呢？他不吃啊？他刚才跟我一起回来，还在外面没进来，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。我去叫他吧。哎，你吃，我去叫他。康乐，你在做什么？你在搞什么啊？好好一辆车弄成这个样子啊，很好玩吗？你几岁了还那么幼稚啊？你的书读到哪里去的？你要是喷在别人的车上啊，你会被判坐牢打鞭的。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会做这种事情。你以前很乖很听话的，你很闲空是吗？那就去跟你哥学习种水耕菜。爸，你别骂他，是我叫他帮我喷的。啊？是你叫他帮你喷的？是啊，以前我在泰国有一辆车，车太旧了，所以我就喷漆当装饰，效果不错，所以我现在也想试一试。那要喷也要喷一些比较有意思的，这个好像魔鬼嘛。这对年轻人来说象征了自由，也象征了力量。是这样的意思啊？那好了。谢谢你帮我顶罪。为什么这么做啊？我不知道，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。涂鸦后，我觉得很开心，很放松。我看你有时心事重重的，是不是因为我回来了，给你压力啊？我的压力从我出事的第一天就开始了。怎么说啊？从小，爸就用栽培你的方式来栽培我。可是，不管我怎么努力，我都无法像你这么完美。我永远无法成为爸希望我成为的人。其实，你可以跟爸说出你的感受的，我相信他会明白。我不知道要怎么跟爸妈说，我无法让他们参加我的毕业典礼。什么时候松开了手，独自奔走，寻找新的节奏。风很大，梦想崩塌，你还是我的温暖宇宙。泛黄的相片，斑斓的想念，最美的